倒霉路人玩家穿越到女尊男卑的游戏世界，开局就要嫁给50岁富婆，承受钢丝球的痛。这个男主叫李阳，在家无聊被妹妹塞了乙女游戏，闲着也是闲着，就在游戏里攻略了6个男主角。虽说是恋爱游戏，可背景设定中这是女人地位要高于男人的世界。6个乙女游戏的男主角都告白通关后，李阳晕乎乎的下楼买饭，两眼一黑，脚下一滑，当场就穿到了通关的乙游世界。虽然没有变成男主角，但也没丧心病狂的变成女主，成了一个普通到丢进人群都找不到的路人。这辈子的老爸虽有男爵头衔，那也是靠吃着老婆的软饭拿到的。而且李阳并不是富婆亲生的，所以他们一家得住在仓库里头。开始李阳还打算用游戏里的知识横扫这世界，特地把记忆里的东西都记下来了。结果女尊男卑，说啥都会被有色眼镜看待，久而久之野心就没了。转眼10年过去，李阳接受了自己的路人命，既然是路人，那就好好享受平淡生活吧。结果这天继母突然叫他过去，要求他和另一位富婆结婚。一看照片，这富婆长得也太符合刻板印象了，让人忍不住默背钢丝球的花语。听说这位富婆结过7次婚，她的老公们全都死在战场上，李阳嫁过去一定能享福。李阳急忙表示他还得去学校读书呢，毕竟正常都是在学校找对象的。没想到继母竟然不肯出学费，不娶富婆也成，那你去战场上吧。说啥男的20岁后花期就过了，没人要了，不嫁就去战场，明显是想弄死李阳啊。所以李阳只能利用自己穿越者的优势，在父亲帮助下弄了个小飞艇去闯迷宫。这本该是游戏里女主的专属待遇，反正目前女主角还没露面。机缘上面写你名字了吗？没有，拿来吧你。他依靠记忆找到了特定的地点，一只怪物从天而降，李阳已经做好全面准备，费力打败怪物，果不其然找到了下方漩涡，最终平安到达了迷宫入口。一进去，李阳就遇到了一个警卫机器人，这一切都跟游戏里描述的一模一样。李阳当然也清楚他们的弱点在哪儿，他早就准备了合适的武器。世界明明是剑与魔法，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高端科技，破游戏设计的也太不走心了。很快李阳抵达了控制中心，没料竟冒出一个他不认识的机器人，他赶快掏出身份证假装是工作人员，机器人判定他是必须要消灭的目标。这下没辙了，李阳只好开战。可是他准备的武器和弹药通通没用，而且发现这机器人特别能唠。李阳一边和他聊天，一边扔出一颗手雷，这都没能突破机器人的防御。突然他问了李阳现在是哪一年，当知道已经不用新历纪年，他自言自语道，看来他们是失败了，这机器人竟是古文明的遗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像李阳这样的新人类。他不断重复着消灭这个词，李阳才不想就这么默默无闻的死掉。他迅速拔剑刺向机器人的眼部，机器人全身突然爆出电花，最后软绵绵的倒了下来。但他内部的人工智能尚未完全消失，他识别到李阳虽是新人类，却也拥有古人类的特点，所以放了权限。随后李阳得到了这艘飞船的控制权，而且成了 AI 的新老板，给这智能机器人起名叫卢克。只不过他在那场打斗中也挨了不轻的伤，看着自己吐出的血，李阳心里觉得挺绝望，怎么又碰上跟上辈子一样离奇的死法呀？他现在只想着能不能下次有机会过得更好些，只是心里还挂念着那个硬塞给他游戏的傻妹妹。当然李阳好歹是龙傲天，没那么容易挂。他昏迷后，卢克就把他送进了医务室，等他再次醒来，3个月过去，李阳开着飞船带着财宝回家，船上装满了一船的珠宝宝石。看着继母咬牙切齿的样子，李阳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从今往后，他的人生终于能自己拿主意了。首先就是拒绝和那位50多岁的富婆结婚，接下来就按原计划去上学。成为荒岛新主人的他决定在学校找个伴，然后回岛上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结果颁给他的爵位证书上写的是男爵，他因为发现新的迷宫和飞岛而受奖，成了男爵后，李阳在学校也得找个有爵位的人结婚。父亲还劝他找个和继母一样的对象，想到继母那副样子，李阳就觉得浑身发毛。他去和那些游戏里的男主角搞 gay 是搞不了了，毕竟这是龙傲天。李阳迎来了开学的日子，又一次深刻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对男性的不公。不过还是有例外的，比如这个游戏的6个男主，不是王子就是王公贵族们的孩子，即使在这个世界中是男性，也是相当受欢迎的，是仅次于皇室的公爵家族的千金。而公爵千金就是在游戏中无数次阻挠女主角攻略任务的恶毒女配。当然这些人和现在的李阳没啥瓜葛，他只想做个路人，安安静静过日子。结束了枯燥的开学仪式，他却不小心撞进了主要剧情里，目睹女主给了其中一个男主角一记耳光，然后那男的竟然就此对他倾心了。他竟然敢打我，他好清纯，好不做作。有趣的女人，你引起我的注意了。不同于那些花枝招展的追求者，随后女孩也用游戏的台词回应，不管你是什么人，也没权利无理取闹。李阳看着看着就感觉哪里不对，这个女孩并不是游戏中的女主角啊，而且她总有种此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李阳并没有去多管闲事，他想在这所学校找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就得举办茶会
会请女生们参加，这实际上就是种社交活动。可他和他的兄弟们不仅社会地位不高，钱包也是空空如也，就算搞茶会也没几个女生愿意光临。相比之下，看着那些王子们随便一个动作就能让女孩子尖叫，那些王子们也在筹备茶会。作为王子未婚妻的恶毒女配，公爵千金自然也打算参加，可王子对她的冷漠态度显而易见，反倒主动邀请了里昂看见的那个倔强女孩。这部分也是剧情的一环，看样子这个不知从哪来的叫玛丽耶的女孩抢了真正的女主角的风头啊！但这跟里昂没什么大关系，他现在只想成功举办一场茶会。本来里昂对这种讨女孩欢心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他们茶会课的老师是个颇具舔狗经验的绅士，在老师的带领下亲自实践了一番。里昂立马对自己曾轻视茶会的态度感到惭愧，放学当天他就租了个房间，展示了他从师傅那儿学到的一切。可问题是，真的会有女生来参加吗？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里昂急忙走去应门，结果来的全是些不入流的姑娘。他们跟里昂说一会儿还得跑去王子那儿的聚会，所以才来这儿垫场。接着就把里昂当成跑腿的，还嫌他的茶点不够档次。里昂内心就崩溃了，这茶会攻略的路不好走啊。随后他听到刚才几个女生在门外吵闹，一出去就看见他们在欺负一个女生，只一眼里昂就傻眼了，因为被欺负的女生正是游戏里的真女主角莉薇娅。她以前就是操控这个角色攻略男主的。莉薇娅也是平民出身，但她是特别优秀招生进的学校。看见她无助地捡地上的纸片，原本决心不跟主角们扯上关系的里昂忍不住走上前邀请她来参加自己的茶会，还特地重新准备了点心。莉薇娅对人和善，行为举止也很得体。里昂忍不住对自己瞎骂游戏女主心机感到羞愧，其实人家本就是个好姑娘。莉薇娅说自己刚到这儿，对这学校的规矩还不太懂，希望能找个靠山。里昂就领她去找了自己姐姐，最关键是送份得体的礼物。谁知道莉薇娅自己一个子儿都没有，别说得体的礼物，连个小点心都买不起，到头来还是里昂掏钱。莉薇娅才得以见到那位反派大小姐安杰丽卡。说实话，安杰丽卡本来就没想赶莉薇娅走，都是身边那帮人自作主张搞的鬼。现在莉薇娅主动来打招呼，她自然不会不理睬。如今里昂和莉薇娅算是交上了朋友，但莉薇娅太好说话，老是被人欺负。在实践课上，别人就把她当成了挡箭牌，她总是被逼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里昂只好陪着她一起行动，正准备动身，突然听到安杰丽卡和王子吵起来了。王子偏要带着玛丽耶同行，面对安杰丽卡咄咄逼人，玛丽耶故作无辜躲到王子后面。我只是想和殿下待在一块儿，要是觉得麻烦，您大可以拒绝我嘛。好家伙，茶味儿都要溢出来了。安杰丽卡一看他故作姿态就恶心，鉴表达人里昂看穿了玛丽耶的小动作。莉薇娅跟他说，玛丽耶和他一样也是个平民出身，听说最近他被欺负的比莉薇娅还厉害。周围的人显然都站在安杰丽卡这边，王子明明已经有未婚妻了，他还老是纠缠不清，这不是典型的绿茶行为吗？可惜王子和他兄弟们根本不介意，他们已经完全被玛丽耶迷住了。里昂在旁边看热闹看爽了，带着莉薇娅向迷宫深处走去。随后莉薇娅就发现了一块珍稀矿石，她打算卖了矿石把钱还给里昂。就在此时，前方突然冒出魔兽，莉薇娅刚想呼叫队友来帮忙，里昂告诉她那帮队友是不会来的，那些人的本意就是想用他们来挡刀，怎么可能会冒险前来救援呢？说完，里昂就立刻拔剑，独自一人迎战魔兽。幸亏他对游戏剧情了如指掌，知道这个世界战事不断，为了活下去，这些年来一直刻苦训练，不一会儿就把那些魔兽全部干掉了。没想到和莉薇娅聊天时，突然又蹦出来了一只小猴子，里昂迅速举臂挡住，那猴子紧咬着他的胳膊不放，尽管很快就解决掉了，但里昂的胳膊也受了伤，血腥味吸引来了一大堆魔兽。这时那些自带背景的男主角们出现了，他们想在心仪的人面前露一手，轻轻松松就把魔兽全干掉了。不过王子意外的受了点伤，玛丽耶一看到这情况，立马上前用治疗魔法给他疗伤，还暗示王子这事儿得保密。安杰丽卡见状，立刻拿着绷带来帮忙疗伤，还特别没礼貌的把玛丽耶推开，这反而让王子更加反感。王子一把拉着玛丽耶就要走，莉薇娅注意到里昂手臂上的伤口，于是也给他施了个治疗魔法。现场众人各有心思，里昂搞不懂剧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假扮女主的女人到底是谁？他问莉薇娅玛丽耶什么来头，他倒要看看这品质比西湖龙井还好的绿茶是怎么个事儿。其实莉薇娅也就跟他聊过那么一回，那时候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就上前关心的问他出了啥事，结果玛丽耶一脸不悦的瞪着他，还说他讨厌莉薇娅这种女人。就在这时，附近的书架突然传来响动，里昂赶紧过去看热闹，却撞见玛丽耶和王子的兄弟打波。我靠，那叫一个难舍难分，这人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表面清纯小白花，私底下却是另一副面孔啊！前一秒还在得意，也没人能伤害到他了。听到王子在背后的声音，立刻就换上一副温柔的笑容。知道王子愿意为他买一个帅气的异族仆人，玛丽耶心里那个美呀！要知道仆人在这里是可以当情人的呀，他竟然也知道这是个
个游戏世界。难道他和里昂一样是转生者吗？也难怪他能一来就抢占女主的戏份。玛丽耶在校园里名声越来越大，连里昂的姐姐都找他来八卦这人，特意提醒他远离那位公爵家的小姐和王子。里昂自己也想躲得远远的，可是看那个公爵千金是真的挺惨的。安杰丽卡对玛丽耶的厌恶越深，王子就对她越反感，整个学校都在传他俩不和的小道消息。虽说这是女尊背景，但是几个王子是例外的。现在王子的话是学院最大的，所以姐姐特地来叮嘱里昂千万别惹毛了王子。转眼舞会季节到了，里昂和他的其他路人同学互相鼓劲，要在这次派对上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开局并不顺利，上来就被几位大小姐刻薄一番。这时利维亚急匆匆跑来说出事了，原来王子因为玛丽耶又和安杰丽卡吵起来了，玛丽耶被安杰丽卡撞见和别的男生拉手，安杰丽卡马上把这事儿汇报给了王子。他告诉王子自己和他的哥们儿都被这个女人玩弄了，他知道这帮人心里都门儿清，他们知道玛丽耶周旋于男人之间，当然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玛丽耶不过是对每个男人都很温柔而已，他们甚至趁机向玛丽耶表白了。王子还在安杰丽卡面前声称只有玛丽耶是他想特别对待的女人，这番话等于公开宣布了退婚。这下子公爵家的面子丢大了，安杰丽卡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她立刻摘下手套扔向玛丽耶，只要对方捡起手套就代表接受挑战。游戏中好感度最高的角色会替主角出战，王子直接让玛丽耶捡起手套，表明他会站出来作为代理人，其他人也争相表示忠诚。可安杰丽卡这边就没人支持了，现场也没人愿意冒犯王子。里昂清楚游戏里这位恶女的最终下场，遇上主角后就步步走向末路，最终嫁给了个性格低劣的乡下领主，过上了落魄的生活。里昂一直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能和这些恋爱脑有瓜葛，却还是不自觉地向安杰丽卡走去，一开口就把握了主动权，问王子决斗的方式和赌注是啥。安杰丽卡想要的就是让玛丽耶别再靠近王子，里昂却在等玛丽耶的回应，心里默念着游戏里女主的台词。果不其然，玛丽耶说的话和游戏里的台词差不多，再加上卢克的侦查结果，他敢肯定眼前这人是老乡，但是这人居然连台词都记不全。双方定下了赌注，如果里昂赢了，王子就得和玛丽耶断绝关系，如果里昂输了，安杰丽卡就和王子一刀两断。决斗的方式是在竞技场高达大战，里昂得1对1连打5局。王子的铁杆粉丝们嘲笑里昂没有自知之明，他们难道不知道每个人都超级强吗？可里昂对这游戏是全程通关的老手，他对每个角色的弱点了然于胸，所以面对那帮人他从不客气，根本不担心得罪他们。可人家毕竟是皇室和贵族，即便不亲自出手针对，也有一帮粉丝替他们出头。里昂一时陷入了孤立无援，那帮人把他宿舍搞得乱七八糟，被下手的还有男主学校教的2个哥们儿。有人开始下注他和王子谁会赢，99%的人都押宝在王子身上。里昂赶紧让卢克押上500金币赌自己赢，没想到决战前安杰丽卡竟然找上了他，他希望他可以退出这次决斗，他不想让里昂也卷入自己的麻烦。这位大小姐还怪有原则的，一点也不像游戏中的坏角色，那么里昂就更不可能退出了。而在比赛开始前，利维亚还专门来给他打气，他和安杰丽卡是唯二支持里昂的人。战斗就要打响了，但当大家瞅见里昂身边那台旧式机甲，观众们忍不住笑出声。这台机甲是里昂在迷宫里淘来的，它居然是失传的装备，用现有技术根本无法仿制，只是那肥大的身躯早已不符合时代审美，现在流行的是注重速度的高机动性机甲。当然那只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本地人的看法。第一个出场的是布拉德，他的强项是魔法攻击，对付他得快刀斩乱麻。里昂让卢克把自家大剑弹出来，谁知道弹出个锄头，还是他上次挖坑用的那把。不过要打败布拉德这种类型的，锄头够了。赛事一开始，布拉德就向里昂发射了几发螺旋剑，自己也驾着机甲紧跟其后。谁料里昂躲开所有螺旋剑，还能灵巧地躲过他的直接攻击，最后一锄头直接把对手锄倒。布拉德瞬间失去了作战能力，观众席上一片寂静，他们根本没搞明白刚才发生了啥。只有里昂的茶道老师站起身为他鼓掌，大家都想不通里昂的笨重机甲怎么会这么灵活，都觉得他刚才只是侥幸。下一个出场的是格雷格，格雷格是众人中经验最老道的，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所以这家伙从来只带最基础的装备，结果当然是被里昂的机甲一击必杀。为了羞辱格雷格，里昂还把他的机甲给拆了个底儿朝天，把格雷格气得从驾驶舱里爬出来，拿起一根铁管就准备继续战斗。即便身无护甲，他依然决意战斗到底。可惜里昂表示他跟他们不同，他向来反感弱小受欺，暗指他们就是那种喜欢欺负人的类型。格雷格气得要爆炸了，口头上说不过人，实力上又打不过，拿起铁管就像是无能狂怒，完全失去了风采，甚至那些支持他们的学生都看不下去。第3场比的是性情最稳重的克里斯，他的剑法高超，所以这次里昂打算打持久战，直接让卢克操作无人机，无人机一顿射击，克里斯完全挡不住，他勉强举剑向里昂挥去，却被轻松截下，那剑仿佛是废铁一般被
立刻捏扁。克里斯彻底崩溃了，他明明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怎么还是失败了？里昂就蹲下来跟他说，如果你想炫耀自己的努力，最好去找玛丽耶，玛丽耶一定会对你表示同情。这话说的实在是太讽刺了。此时玛丽耶那边只剩下了基尔克和王子，为了不再输掉比赛，狡猾的基尔克竟然耍起了阴谋，威胁里昂的姐姐在他的机甲内安装炸弹，可以通过特殊的魔法引爆。哪知道里昂有个能预知一切的人工智能，卢克早就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了里昂。到了和基尔克的对决时刻，对方直接升到空中发起远程打击，但无论他怎么攻击，里昂都安然无恙。即使是那些事先植入的炸弹被引爆，里昂竟然也操作着机甲飞上了天。基尔克见状便开始恐吓他，要让他名誉扫地。可惜对里昂的威胁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手中可是掌握着基尔克的罪证，边说边把对方的机甲给砸下了。最终轮到王子出场，他轻声安慰玛丽耶，叫他别担心，他的盔甲是国家最顶尖的科技制造的。玛丽耶笑着，表情愉快，心里却在咒骂，因为他们在游戏中竟然都这么菜，好好的战斗怎么老是输？等会儿，原来这个玛丽耶竟然是里昂的妹妹。但很显然，这对互坑兄妹此刻都不知道对方是谁。玛丽耶恨透了那个叫里昂的家伙，都因为他总是搅局，现在只能把希望放在王子身上了。此刻看台上的人群已经激动不已，他们都押宝在王子他们5个身上了。王子现在肩负着全村的期望，大家都在给他加油打气。两人开始轻微的试探对手，里昂边战边挑唆王子啊，如果你败了，你的玛丽耶会不会找别人呢？然后又问王子，你懂不懂真正爱一个人的感觉？王子说，真爱就应该果断退场，显然是在说安吉丽卡的事。他觉得安吉丽卡和王宫的其他女人没两样，从未真正了解过自己，他根本不想出生在皇室。只有玛丽耶洞悉了他脆弱的内心，感受到了他的真意，只有玛丽耶愿意给他爱。这王子也太天真了，照你这么一说，事实上真正懂你的是里昂吧？说到底，这天真的王子根本没经历社会的毒打，轻易就被那心机女人给骗了。里昂跟他说，他们这种被忽视的老百姓，每天都只能低头哈腰的去讨好人，你不愿意生在皇室，难道想体验那种日子？他这番话立刻引起了观众席上一些男性的强烈共感，因为他们自己也深有体会。可王子就是执迷不悟，站着说话不腰疼，坚称非要战斗到倒下为止，宁愿自己死掉，也不愿玛丽耶落入别人手中。与其让他被夺走，不如自己一了百了。听他这么一说，安吉丽卡不由自主地哭了，这表明王子真的深爱那个姑娘。这时利维亚鼓足勇气站起来，大声指出王子的问题。或许王子殿下是真的喜欢上了玛丽耶，但安吉丽卡对殿下的爱也是真的。他一直痛苦地目睹着这场斗争，心里再难过，视线也未曾离开。所以别再否认安吉丽卡这不是爱情了。这些话也没能打动王子，他还是坚持认为安吉丽卡的爱是单方面的，自己真心相爱的只有玛丽耶。说罢，他还继续跟里昂战斗，又一次强调非战至死不可。不得不说，王子既天真又幼稚。即便他这样说，里昂真能把他怎么样？那不是让他成了全国的罪人吗？况且一开始里昂根本就不想跟王子正面冲突，但这家伙未来得统治国家呢，他不能让王子被玛丽耶这样的女人蒙蔽。所以当两人再次对峙时，他提醒王子，如果跟公爵家闹僵，他的地位可能就不保了，王位继承权可能也会丢掉。谁知道这小子竟是个痴情种子，地位名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所追求的只有玛丽耶。那么里昂也就不想再跟他硬碰硬了，一枪把他的机甲打得粉碎，但还是留了点情面，留下王子的一条命。这场对决里昂赢得彻底，但也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反正他已经准备好可能会被踢出去。里昂心里挺淡定的。安吉丽卡感激里昂后就去看望王子了，事到如今他还是坚持要待在王子身边。王子却突然问他知道他最爱吃啥不？安吉丽卡本来想说些什么高级食品，却听到王子说他最爱的是街边的烤串，烤串可不配他的王子身份，所以他之前没开口。但玛丽耶留心到了这点，他们第一次出门时，玛丽耶就带他去吃烤串，从那时起，王子的心就全部属于玛丽耶了。安吉丽卡听了这些，彻底心灰意冷，他说他会默默地祝福他。里昂找到了安吉丽卡的爸爸，也就是那位公爵，希望公爵能记得他曾帮过他女儿，饶他一命，至少不要连累他的家人。至于男爵的头衔和骑士的称号，他愿意放弃。公爵问他真正想要啥，既然他这么能干，想要熬过这场风暴应该不难。里昂就随口编了个理由，那肯定是为了国家着想，他怎么能袖手旁观，看着殿下被那女人骗呢？公爵当然知道这话靠不靠谱，但不管怎样，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所以他答应了里昂的请求。最后里昂只是被退学处理，正赶上假期，利维亚和安吉丽卡也跟着他一起回家过假期。现在有了公爵家的大小姐安吉丽卡，连那个后妈跟里昂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然后他就带着两人去了他自己的私人岛屿，那儿已经被无人机打理得挺上档次的，竟然还开发出个温泉。利维亚和安吉丽卡就开心地泡起了温泉，瞅着俩美女亲密的场景，里昂那是心花怒放啊，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好日子。但安吉丽卡心里的仇恨还没放下，她现在还想找玛丽耶算账呢。里昂就跟他说了，最棒的复仇
头就是活得比对方幸福，想着对方倒霉，其实也就是自己找不自在，把精力用在提升自己身上才值得。利维亚也挺同意他的观点，立马说要和安杰丽卡一起努力复仇。谁能想到原来的主角和反派现在成了伙伴，里昂都开始替玛丽耶感到一丝同情了。同时，王子和他的兄弟们为了玛丽耶全都抛下了财产和地位，以后不论玛丽耶挑谁，剩下的人都会默默支持他们。玛丽耶心里可谓是五味杂陈，她才不想和这些没权没势的闲人恋爱。那些华丽的裙子明明都对她招手了，高级的美食以及梦寐以求的宫廷生活，现在都向她挥手说拜拜了。反过来看看里昂这边，不但没被剥夺爵位，居然还升职了，才16岁就被封为骑士了，亲手由国王也就是王子的父亲亲封。可以想象这位国王心里得多纠结，加上得到了王室的认可，里昂的退学事宜也就不了了之了。看来以后他又能在校园里快乐的玩耍了，就是将来找老婆可能得费点周折了，毕竟身边已经有2位极具魅力的少女，即使俩少女甚至愿意为他穿女仆装，里昂也明白自己不过是个配角，没资格奢望能成为故事中的主角。这时里昂的姐姐来找他倾吐心事，抱怨自己和好友之间出现了裂痕。里昂猜测肯定是因为争风吃醋，果然起初是姐姐的好友先对那男生动了心，姐姐听说那哥们儿还算不错，就起了同样的心思，还用得着去调解吗？里昂断然认为错在姐姐，事情就这么定性了。这边的麻烦刚平息，里昂的挚友急匆匆跑来，急声宣称出大事了，王子他们竟然在附近开了个茶室，学校里的女生们都被他们吸引过去了，导致里昂的茶室门可罗雀。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去侦查敌情，那里装潢简直就不是茶室，明摆着像个男公关俱乐部，靠美色勾引女生的男人太可恶。这些茶点售价也是天价，明显看出他们为校庆准备了不少，发誓这次校庆要让里昂扳回一城。打扮得宛如小公主的玛丽耶也现身了，她现在不再是过去的胆小温柔，看起来既任性又自大，但不管她怎么改变，那些王子们都视而不见。所以为了帮里昂的茶话室吸引顾客，利维亚又得加倍努力宣传，结果他又被一些嫉妒的女生欺负，他们觉得利维亚仗着贵族的靠山就开始摆架子了，真是不自量力。另一边，安杰丽卡被王后召见，王后也是那位王子的生母，她也觉得自家蠢儿子被女人还不清醒骗，活该挨揍，还叫安杰丽卡领路去见见那位里昂。两人刚抵达茶话室门口，正好撞上里昂在应付一个气焰嚣张的大小姐，头上已经受了伤，血流满面，但她还是忍着性子弯腰捡起地上的瓷片。没料到那大小姐竟然把脚踩在她头上，安杰丽卡出面维护，那大小姐也不放在眼里，毕竟她自己也是出身高贵的大家小姐，她那张嘴不停地使劲羞辱着所有人。里昂的怒火被点燃到了极点，当那大小姐侮辱了王妃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把那些仆人一个个教训了一番，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位尊贵的女士是谁？她是王妃呀，不管你是伯爵还是什么的，敢冒犯王妃，小心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他向王妃承诺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看来这场乱局没法子轻易收场了，安杰丽卡只得求助于里昂最敬重的茶艺师傅。在师傅的面前，里昂马上变得像个听话的小狗。师傅亲手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茶会，王妃开始和里昂沟通起来。他其实是来抱怨的，他觉得以里昂的本事，应该能更圆滑地处理事情，用那样粗暴的方式赢得斗争，容易给自己树立敌人。王妃的提醒是出于好心，她并不是因为里昂伤了他儿子就特意找茬。重要的话题说完之后，王妃突然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她羞涩地说自己是外国人，没在这儿上过学，所以想留下一些学院的美好回忆。里昂听完，二话不说站了起来，走到王妃面前，然后突如其来的求婚。真是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挺变态的。没错，比起那些幼稚的同龄小姑娘来说，里昂更偏爱30多岁的成熟女性，特别是那种还带着天真气息的王妃，简直让他难以自拔。王妃听了求婚，竟然也害羞的脸红，她的话语中透着拒绝中的欢迎，提醒里昂她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里昂正要说这不重要，下一刻就被他亲生儿子给打飞了。王子脸上表情扭曲，我把你当宿敌，你竟然想泡我妈当我爸，还真是胆大包天。王妃似乎还想为里昂辩护，但他们俩到现在手还牵着手。里昂被一拳打飞，王子一把拉走他母亲，走之前听到里昂问了一声，王妃大人，你现在有没有美好的学院记忆？虽然这么说，但他刚才的求婚是认真的。这时候茶话室又来了位客人，自称卡拉，一见面就跪下请求里昂帮助他家族，因为卡拉是利维亚的朋友，如果里昂拒绝会让利维亚下不了台，他就答应了卡拉，等校庆结束就帮忙。但现在他们的茶话室不但不赚钱，反而还亏了一大笔。里昂安慰兄弟们说没事，看他最后一天怎么把钱赚回来，因为最后一天有飞行摩托赛。当然里昂自己是不会参赛的，他是个热衷赌博的家伙，知道基尔克技艺出众，所以他把赌注都压在基尔克身上，果然最后赚了一大笔。可这场比赛中，基尔克被人恶意撞伤，受伤了没法继续比赛，玛丽耶就在他床边哭泣，但不是因为担心基尔克，他只是
是在可惜那些擦肩而过的奖金。事实上，比赛中撞击吉尔克的家伙竟是吉尔克的前未婚妻的家丁，带着报复的心来的。他的心肠可没安吉丽卡那么软。现在问题来了，谁来接棒吉尔克参赛呢？玛丽耶立刻点名了里昂，大伙儿对他的本领已经有目共睹。关键是这次大赛由安吉丽卡主持，如果找不到替代者，安吉丽卡肯定会被看作能力不够。想到自己还欠安吉丽卡爹一份人情，里昂不得不答应了，心里也开始疑惑起来，这个玛丽耶摘下伪装后的样子，怎么和他上辈子的小兔崽子妹妹那么相似？可惜里昂就是不爱听别人劝，比赛中果不其然成为了众矢之的。但里昂依靠实力摆脱了他们，最后一圈突然提速超越了所有人，一下子夺得了冠军。结果因为冲刺过猛，摩托车直接报废了，当场爆炸把他炸飞出去。幸亏那位仆人学长救了他一命，里昂也顺利赢得了一大笔奖金，还让基尔克欠下了一个人情。他的要求是让基尔克去跟前未婚妻道歉，前未婚妻已经对他绝望了，不愿意再和这种男人扯上关系。基尔克走后，里昂留了下来，告诉学姐是时候振作了，毕竟男人就像满天星斗一样多。学姐很赏识这位学弟，还提醒他有空去探望利维亚和安杰丽卡。在他参赛的时候，那位伯爵家的小姐又来挑衅了，还跟利维亚说安杰卡曾经和他一样轻视平民。利维亚因此气得走了，但利维亚一走，安杰丽卡就给了伯爵家的小姐一顿好揍。他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自从遇见安杰丽卡和里昂，他的观念已经彻底改变。里昂立刻去安慰利维亚，告诉他别太在意旁人怎么说，关键是听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不用怀疑，利维亚其实是想和安杰丽卡成为朋友的。正当他打算找安杰丽卡开诚布公的谈谈时，卡拉突然带着那个伯爵家的小姐一起来了。那小姐又开始对利维亚冷嘲热讽，言辞中充满了侮辱。不仅如此，他还顺便贬低了安杰丽卡和里昂，而这一切里昂浑然不知。他正忙着准备处理卡拉家族的麻烦，因为有一群空盗在他们的领地上捣乱，他们希望里昂能去剿灭这帮家伙。那些空盗手里恰好有剧情中的关键道具，为了释放主角利维亚的圣女力量，他需要3件特定的道具。第一件是被锁在王都地牢里的神圣手镯，第二件则是这次要从空盗那里夺回的神圣项链，最后一件是由王国神殿掌管的神圣权杖。卡拉背后的主使就是那位伯爵家的小姐，她是个连里昂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恶毒配角。为了剧情能朝着预定轨迹发展，里昂决定亲自出马帮利维亚收集道具，毕竟那些王子们全都不靠谱。只是意外的是，卡拉竟然还把格雷格和布拉德也叫来了，利维亚也在他们中间。看利维亚的神情似乎有些不对劲，里昂以为他可能和安杰丽卡的和解失败了。另一边，那个恶毒伯爵小姐又去挑衅安杰丽卡，结果不小心泄露了空盗事件是他自己策划的。安杰丽卡直接抓起小姐的衣领举了起来，警告她不要再来干扰，否则就让他们家族没落。那人只能气急败坏，因为他根本打不过安杰丽卡，就只会玩这些阴暗小动作。同时，里昂一行人也迎来了空盗的袭击。看着格雷格和布拉德那不靠谱的样子，里昂决定无视这两人，单枪匹马操控驾驶机甲冲了上去，干净利落的把敌人全都制服了，甚至把那帮空盗全给捉了回来。格雷格第一次见识到了真正的战斗场面，他们之前的战斗根本不能和这次相比，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狂妄。里昂的完胜让卡拉完全没辙了，这样下去卡拉的家就要遭殃了。他甚至还没跟家人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决定把责任全推到利维亚身上。很快，里昂他们就抵达了卡拉家的岛屿。布拉德告诉卡拉的父亲，是因为他的求救他们才会来。卡拉的父亲一脸迷茫地看着女儿，他果然把责任推给了利维亚。但还没说完，里昂就切断了他的话，他直接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在父亲的严厉责问下，卡拉只得坦白，但是空盗的主力并未现身，因此里昂也没能取得那件道具。回城时，他去探望了利维亚，没想到利维亚对他的态度很差，甚至猛地推开了里昂的手。在那个心机小姐的挑唆下，他认为自己看透了一切，他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里昂这么厉害，能做到任何事，根本没有理由帮助他，他自己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特质。利维亚真的将里昂和安杰丽卡视为朋友，但现在他觉得在他们眼中，他和宠物没什么两样。他哭着说他是人，不是宠物。听到这话，里昂也愣住了。既然如此，他决定不再干涉主角的事儿了。卢克却认为是里昂阻碍了女主的成长，并指出了里昂真正的心思。看来他真的是把利维亚当作宠物来照顾，因为这种单纯到有点傻的女孩实在太容易被人利用了。这导致里昂和利维亚之间的关系冷却到了极点，双方都没有打算先低头和好，但里昂也没打算就这样放弃获取神圣项链的机会。这次空盗全体出动了，里昂迅速启动机甲冲了出去。利维亚也察觉到了船身的震动，他一看到四周居然被敌人包围了，只见里昂一个人在那边英勇奋战。此刻的他开始对之前对里昂说过的话深感后悔，忧心忡忡地跑了出来，没想到正好撞到了空盗。幸亏在紧要关头，布拉德和格雷格及时赶到，只不过他们的实力显得有些不够看。里昂也从卢克那边得知了利维亚陷入危险，正要冲下去营救，看到眼前这一幕，
他突然意识到这才是剧情应有的走向，主角们总是要围绕在女主角周围保护她，而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路人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有自己必须去做的事，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下去，开始大杀四方，很快就把敌人的机甲拆解了，神圣项链也因此掉落。里昂捡起项链将空道击退，敌人最后举起白旗投降，这场战斗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利维亚赶忙跑过来为他们处理伤口，里昂看着这一切，感觉他们真的很般配，这世界总会按照既定的轨迹前行。然后他让格雷格帮忙把受伤的布拉德搬回去，同时让利维亚继续施以救治。可这次他喊的人不是利维亚，而是称呼他为奥利维亚同学。听到这样的称呼，利维亚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然而里昂已经决定和这些人保持距离，这个世界属于他们，和自己这个旁观者没有关系。他把消灭空道的功绩全归功于格雷格和布拉德，之后还和他们的父亲进行了交涉，希望他们能恢复到以前的地位。这么一来，他们就能更有效地守护利维亚，还让卢克搜集了卡拉和那位伯爵家女儿勾结的确凿证据。拿到证据后，那位大小姐也受到了惩罚，然后就可以继续保持和利维亚、安杰丽卡间的距离。结果他的做法让格雷格和布拉德对他刮目相看，他俩联手去王宫说明了整个情况。结果里昂的官位不降反升，这让他焦头烂额，根本不想做官，只想毕业后去旅行。除了升官以外，之前他开导的学姐的爸爸又特地送给他一辆新的飞行摩托。学校的休学旅行马上就要开始了，学生们要分成3组去不同的地方。里昂打算去那个有宝物的南部浮空岛，偏巧安杰丽卡和利维亚也在同一组。2个铁哥们儿都劝他向那2位小姐姐道歉，但里昂不认为自己有错，为啥要道歉？即使在飞船上，他也没跟利维亚或安杰丽卡说话，而利维亚和安杰丽卡之间的关系也没好转。以前总是形影不离的3个人，现在关系却完全变淡了。命运似乎还是将他们聚在了一起。他们3个在结缘神社相遇了，既然来了，索性就一起去参拜吧。里昂毫不犹豫地掏出钞票作为香火钱，他真心诚意地向神灵许愿：神啊，请给我找个结婚的对象吧，我喜欢那种溺爱我的成熟性感的女人。可恶，你的叉皮很好，现在是我的了。安杰丽卡打断了他那套瞎扯淡。3人齐齐闭眼，认真地许下了自己的愿望。许愿完，小萝莉递给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没想到里昂激动地一把抓过来，这些都是随机的宝物，他原本就是冲着这些宝物来浮空岛的。看里昂这么高兴，安杰丽卡和利维亚说自己不需要，全都给他好了。但里昂不是那种贪心的人，他还是决定每个人分一个。他抓到的是个增强战斗运气的护身符，能在近战中大幅提升表现。可惜这次的休学旅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返程的途中，他们遭到了另一个国家的突袭。那个冯奥斯公国原本是王国下的一个公爵领地，现在他们已经宣布独立建国。可按游戏剧情，这敌人应该是在结局才会登场啊，怎么现在就跳出来了？这时一艘战舰横空出世，站在甲板上的竟然是冯奥斯公国的头号公主塞拉。塞拉公主宣布了对王国的宣战，还给了他们飞船上的人1个小时决定是投降还是死亡。看样子他们打算把他们当作人质了。里昂还在那儿想着这时间线有毛病，而公国的士兵们已经开始选人质了。安杰丽卡挺身而出，亮明了他的身份。他说作为人质自己1个人就够了，他希望敌人能饶了其他的学生。那位公国的大臣似乎同意了这个建议，可里昂和利维亚是不会答应的，他们是所有学生里唯2的反抗者，结果却被同伴给揍了一顿，然后他们被一起扔进了牢房。这时候克里斯找到了里昂，他提议说要联手出击，尽量让飞船有机会逃掉。里昂可不想为那些冷血的贵族们送命，所以他说行动就得大家一起上。他拿着枪走到了大家面前，看着这帮人，觉得他们真是没救了。他开了一枪，让所有人都立刻冷静了下来。现在他这个正式的男爵骑士地位最高，甚至比领队的老师还要高，所以他命令他们必须参与战斗。他的话直接羞辱到了他们的心坎里，但这也激起了这些贵族后代的斗志。他们气愤地拿出了自己的武器，都准备好了，只等着给公国一个教训了。第一个动手的竟然是安杰丽卡的女仆，就是她现在被关在敌方的牢笼里。于是里昂独自一个人冲去营救安杰丽卡，克里斯和其他同学则留守保卫飞船。安杰丽卡和那位王女同在一条船上，那位王女手持的魔笛能唤出成群的魔兽。里昂的计划是夺回那只魔笛，并救出安杰丽卡。在卢克的帮助下，一边灵动躲避，一边准确无误的射击。王女一吹魔笛，就指挥所有魔兽冲向飞船，接着竟命令向飞船开火。这些炮火连断体的贵族后代都挡不住。炮弹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头，利维亚突然觉醒，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的身体释放出无数魔法阵，形成保护罩，顺利挡下所有攻击。这全得益于他手上的那个增强气运的护身符，加上平日里的刻苦训练。有了他在后方支持，里昂也就能更心无旁骛地投入战斗。他选择了直捣敌阵的最近路线，冲入房间，对着敌人猛烈扫射，从摩托上跳下，枪口直指王女，逼迫她交出魔笛。此时的王女身边一个护卫也没有，只好乖乖将魔笛扔出。卢克一扫描，
瞄，立马识破那是个假货，真魔笛在女仆手上。安吉丽卡赶紧去找女仆索取魔笛，发觉李昂刚才射出的是橡皮子弹，他根本就不打算要人命。然后李昂以王女为人质，准备撤退，那些被魔笛召唤的魔物也随之消散。李昂就这样带着安吉丽卡和王女安全返回飞船，没想到敌人竟然完全不在乎王女的生死。王女显然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直接放出了那些不再受管制的怪物。现在失控的怪物会寻找曾经支配他们的人，也就是王女本人。这样一来，怪物就会围攻飞船。利维亚的魔力已经耗尽，如果继续站着，他的身体会吃不消。里昂于是拜托卢克争取点时间，接着他又冲了出去。一看到里昂处于危急之中，安吉丽卡竟然也激发了力量，护身符再次发挥了自己的 buff， 他身边爆发火焰枪，将怪物逐个击退，冲过去救了利维亚一命。这次战斗让两人敞开了心扉，他们都视对方为最珍贵的朋友，只是因为误解，直到现在才能表明心迹。就在这时，一枚炮弹击中了飞船，安吉丽卡被炸飞出去，她差点没能挂住，就要掉落。利维亚拼命地抓住了她，趁着飞船再次晃动时，把安吉丽卡扔回船上，然后自己顶替她坠落了。里昂见状，立刻跳下去救人，稳稳地捉住了利维亚，向她保证会把她安全带回飞船，还特意叫了她的全名，还希望里昂能直呼她的名字。但里昂却说他不该和她在一起，他应该找个比他更好的人。利维亚心里明白，不管是帅哥还是富翁，都无法比拟里昂。他不想要旁人，只想和里昂还有安吉丽卡一直在一起，继续那份快乐的生活。他的坦白也打开了里昂的心扉，他曾将这个世界当成游戏，就像旁观者一样看着一切发展，但已经和利维亚、安吉丽卡这些人有了羁绊的他，怎能再保持旁观态度呢？一登上飞船，里昂掏出了他的秘密武器，那就是他之前在迷宫深处发现的那艘战舰。有了这个绝招，学校的飞船也能得到保护，这样他就可以再次投入战斗。里昂重新装备上了那套笨重的战甲，公国也派出了他们无敌的黑骑士，这是里昂迄今遇上的最强敌手。在战斗经验上，他完全不是对方的对手，甚至连驾驶舱都被对方打穿了。既然力量不如人，里昂只好动用他最在行的计谋了。他抓住黑骑士刺穿机甲的瞬间，钻出了驾驶舱，一把打开了黑骑士的舱盖，用枪顶住了那个老家伙的头，同时战舰周围的敌人也全被制服了。真没想到公国的大臣还死不认输，他拿出了最后的底牌，发射了信号弹，把所有的魔物都引了过来。可里昂也留了一手，他直接命令卢克启动战舰的激光雨，刚围拢的魔物在激光下瞬间灰飞烟灭。里昂他们又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还把公国的人质一个不落的抓了起来，所有的战利品也都收了起来。如往常一样，里昂把功劳全推给了克里斯，可这帮人完全不上道，竟然瞎操作，把5个机甲组合起来，花掉整整50万。玛丽耶大叫着：“你们这是疯了吗？”结果那5个家伙又挑战了里昂。里昂原本打算放水顺着他们，突然得知卢克的消息，这堆破烂马上就要爆炸了，他急忙让格雷格撤出，里昂立马叫格雷格赶紧逃出来，而格雷格却以为里昂在欺骗他，结果打得更凶了。最后为了保住格雷格的性命，里昂含泪将那机甲毁掉了。玛丽耶看了都快崩溃了，他都50万呢，这回里昂的名声更臭了，他把功劳让给克里斯的计划又泡汤了。先是表彰他的贡献，又加上贵族们的推荐，里昂终于被王室封为了子爵。里昂也是哭笑不得，他梦想着当个安静的乡村男爵，现在成了子爵，以后就得为王室效劳了，但至少能和利维亚、安吉丽卡这2位美女继续相处了。